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重庆北站，将坐动车前往西安千年古都。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人生第一次来到西安，从重庆搭动车约5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西安，挺有古风的味道的，契合它这个千年古都的历史地位啊。在西安的第2天早上，我第一时间来到了小南门早市。这是西安市非常有名的一个传统便民早市，早晨集市，每天清晨呢就在古城墙底下热闹展开，是本地人爱去的一个地方哈。这里集中了各种菜市场摊位和特色早餐小吃，是西安人买菜吃早点赶早市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能吃到地道的西安美食哈，比如有香气四溢的肉夹馍、热气腾腾的肉丸胡辣汤、软糯甜美的蒸糕和油香十足的油茶麻花。在这里能看到最具地方特色的清晨烟火气文化。谢谢大家的配合。广大的市民，来1块钱，1块钱，来抓紧时间啊！吃啥风？5块钱坏事儿，叫你吃亏，两能叫你吃亏，咱叫大家不能吃亏。这个1块5，那个2块5。1块7块钱，7块钱1块儿。来，北米香葱7万1块了啊！多少重？5斤左右。2块了啊，钱了。来，北米香葱7万1块了啊！这盘佐料给你做啊。就这个样子啊。我们加这个啊，下一个加这个。啊，都一样。这个要辣椒。再给要叶子。啊。对，要我。你几个人了？这个方便。是算1打吧。然后手机。行，你走。微信收款10元。像你那样，我一直没办法打帅哥。支付宝到账。2块钱你说。2块，2块吃。这2块了。对，冲3根辣椒。很棒。对，大葱3根辣椒。12一斤富平柿饼，清蒸油茶麻花6元1碗。孜然烤肉夹馍10元1个，10元1个。油茶麻花6元1碗，6元1碗。茉莉豆浆6元1杯，6元1杯，欢迎各位品尝。
我的天啊，这个小摊车的海洋啊，水泄不通的。昨天晚上9点，到几点来？到今天10点左右。我的天，这个早市，这游客也太多了。一个肉丁，一个韭菜，好，13。都给你切开啊。微信收款13元。回家要等一下的。来，胡辣汤2吃，这边吃。对。酸菜的。这是什么馅呢？这是肉丁粉条。6块。微信收款6元。来，豆浆醪子。油茶麻花，这个是什么姐？这是麻叶，这个是芝麻盐。麻叶。麻叶和芝麻盐，这外加一个鸡蛋。哦。这个叫老糖，蜂蜜老糖糕。对。这止咳化痰，清火润肺。哦，止咳化痰，清火润肺。这个老的太多了，老的地铁口。肉油茶麻花是这边的特色吧？我也肚子饿了，我看这家肘子夹馍的人排队挺多的。旅游中介也来了，这里是人流量的一个。微信收款30元。2个优质的啊。30块钱够了。要热的，可以能选，不要给那个的啊。再要几个？这是3个啊。加青椒啊，加青椒啊。你看，这3个冲嘛，你刚才那热的就又出来是吧？10块，10块一个，我只要青椒哈。能行。吃东西不要在路边摊吃，他们都是城管一赶就走了。他们的肘子有的半年都卖都。真的是排了约15分钟啊，等到这一个肘子夹馍，我只要青椒哈。我们优质餐盒在这里，来抓紧时间往这边走了。
面那个青椒就是解腻的。啊，城墙上已经好多人了，我们吃完去城墙上看一下，还挺好吃的，而且里面的那个肘子肉分量还可以，一口下去满满的。3块钱一个，好吃，被挖着的。这面儿跟猪肉蒸出来的啊。到处卖肘子夹馍。哦，城墙上去还要买票呢。我天啊，这票还不便宜啊，54块钱。就走一圈这个城墙。我要买个这个，大姐，看一下这些这个砖头啊。走在千年古都的城墙上，这里写着这个城墙不同年代的修缮的一个情况。20世纪初到1949年，西安城墙掠影。西安是国内最为人所知的千年古都，这是因为它作为国家首都的时间很长。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之一，先后有10多个朝代把首都设在这里或者周边的区域，包括周朝、秦朝、汉朝、唐朝等重要的朝代。尤其是在唐朝时期，这里的文化极其的繁荣，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负盛名的城市之一。而且呢，这里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国家，使西安成为了古代国际交流的重要起点。而且这里著名的景点呢也非常的丰富，像秦始皇陵、兵马俑、大雁塔、西安城墙等。这是第2阶段，城墙上杂草丛生，已经是70年代了，20世纪，应该是经历了战争了啊。安定门破败不堪。70年代一对姐弟在西安城墙安定门西门城墙上留影。这是第30号马面，马面应该就是城墙往外突出的部分吧。下面是一个滨河公园，护城河。我们能看到整个城墙呢是有13.74公里，北门叫安远门，西门叫安定门，南门叫永宁门，东门叫长乐门。安定跟喜乐是永恒的追求。钟楼呢就在这个正中的位置。看，在这些门有这个自行车租赁啊，租车骑行城墙，毕竟全长13.74公里，要步行走一圈还要花一些时间。
走在城墙上，有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感觉。沿着西安城墙走一圈，东南西北的话是有13.74公里，所以这里好多人是骑自行车环一圈的啊。我看了一下资料，就是西安城墙，其实它是在明代的时候建的这个城墙，它是在这个唐代的长安城以及元代的凤元城皇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所以也不过几百年的历史哈。我们可以看到身后这个古今交融啊，今天如雨后春笋般拔起的这个水泥房，每隔一段路就有这个座椅啊，挺舒适的，晒晒太阳，看看风景。这个白色的果实是什么呢？像我们老家那边叫枯疗树哈，枯疗树的那个白色的果实，流水槽啊，城墙上排水的。隔一段路就有这种博物馆之类的一个展厅啊，这个叫古代青铜镜展馆，包含在54元的票价里面。还有英文介绍。Gain insight into the mysterious and solemn atmosphere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Experience the grandeur and majesty of the Han dynasties. These bronze images for personal. 这铜镜呢，从商周到清末，丰富的功能，比如说造容、赏赐信物、礼品、陪葬、辟邪。这里是西安城墙的西南城角哈，然后这里有一个圆台的地方，瞭望台，这是一个圆台，叫角楼啊，角楼是建在角台上的阁楼建筑，防御工程，角台啊，那现在没看到角楼了。因为战乱的原因都毁而不存了。我们是从南城墙的终点哈，一路走到这个西南城角的。那么这一面城墙呢，就是西边的，前面应该是叫安定门吧，西门哈。然后我们现在走西城墙，张骞通西域，以这个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啊，加固了中原跟西域各民族的联系，所以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啊。鼓楼，我就住在鼓楼旁边，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众多鼓楼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鼓楼之一，建于1380年。西安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现在走的是西城墙，西城墙约有4点多公里吧。这是第36马面。这里的展馆展示了这个西安城门的一个文化展馆。
前面我们说到啊，这个西安城墙是在唐代长安城皇城以及元代凤元城皇城的基础上扩建的。这里面的是隋唐的长安城，后来又到了这个明清的西安城。天啊，我们走了才一点点啊！我们是从那个雾木门往西走的，走那么远才走了这一小节哈。路上有好多的介绍牌，讲了西安古月哈，羊肉泡馍，这如意面花，因为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民俗饮食啊。一座千年古都的今天也是如此的发达现代化哈。城墙上的洗手间，马面38。都爬到假山上了，那个铁围栏没用呀。这个是介绍城墙城庄的，西安城墙城庄展馆。城墙夯土矿。这是明代的城庄，这唐代的城庄，这是清朝的素面板瓦，这个叫炝脊花脊庄吧。我一来到西安，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边的人啊，人高马大的，就是身价值都比较大。另外呢，我还看到好多的人穿着这个唐代的服饰啊，拍照啊。这个可能是全国最多穿唐风衣服拍照的城市了。对，好，你不动。对，好，准备，稍等，3、2、1，动。OK， 有。哇，这个好恢宏的感觉啊！哇，到这骤然多了好多拍照的人啊！这个是安定门的箭楼，那么这边是安定门，也就是西门。今天看到了第一个4大城门之一啊！哇，这裙子好夸张，但是很有气势。到这都是穿唐风啊，这是这个从城墙内看一下安定门啊，也称西门。安定门，西安城墙西城门。安定门。
西安安定门现在俗称西门，始建于隋开王2年，即公元582年，原为隋唐长安城皇城西面中门顺义门。到了明初的时候改建西安城墙，仍以此门为西城门，更名为安定门，寓意西部边疆安泰康定。清康熙年间在这里打出了一口甜水井，因为水旺味甘，解放前一直是西安市民的饮水之源。你那个问一下那个谁，问一下浩宇他在不在？对，咪咪的笑脸，微笑。这张可以的，对，就这样看我的，把你的右手放开。对对，大拇指接住小头放开。对，好，身体往后坐。好，对，就这样。好，然后这边拿一点。对，再往这边倒一点。对，很好，头伸过来看我就行。对，看我镜头啊，镜头。上身再往后仰一点点，上身往后仰啊，稍等一下人过去。刚刚不行是吧？对对，刚才这个下巴有点低了。这个叫箭楼啊。在那里。裙子平铺就行。看一下安定门外的箭楼。箭楼指翁城城门洞上所建之楼，因城外壁与左右两壁辟有箭窗，被发箭防御之用，故名箭楼。箭楼是扼守城门的又一道防线，为密集火力、阻击来敌的重要城防建筑。西安城西门的箭楼建于明初，是门三重与楼三重重要城防建制之一。除了南门箭楼民国初年毁于战火以外，其余3座至今保存完好。刚刚说到箭楼是建在西安城墙4门翁城上的门楼，那所谓翁城指的是主城门外拱卫主城门的小城。翁城城墙上的守军可对进入翁城内的敌人四面夹击，形成瓮中捉鳖之势。翁城后面的城楼位于大城正门之上，外面呢有翁城拱卫，也被称为正楼。战时城楼为守城军官指挥之所。哇，到处是一抹鲜艳的红啊！这是安定门上面的城楼，在城门边有一个钟礼器。城墙上的流水槽。今天的温度约有12摄氏度左右，为了拍照可以说要美丽不要温度。这个展厅展示唐代木质拓片，
就不进去看了。哇，这个银线在阳光下真的是金黄金黄的，好漂亮。哦，在西城墙上有一段路在施工。哦，我的天，过了安定门，感觉这个城墙一眼望不到头的，走不动了。躲在这个阴处吃个赣南脐橙，赣南脐橙是我最喜欢的水果之一。橙子吧，橙子类。现在中午了，外面的太阳就不是暖和了，就开始有一点点晒了。特别甜，而且汁水好多。这个才卖2块9毛9，500克，很实惠了。一路走，这个城墙外的景色还是不错的，绿树成荫的滨河公园，人们在步道上散步啊。哇，我觉得挺喜欢秋天的，秋天有一种这个叫宁静的感觉啊。要是住在城墙边的话，来这里跑步应该挺好的。这个叫垛口啊，为瞭望和射击而设，既能保护守城将士免遭袭击，又能通过它向敌人投枪射箭。西安城墙共有垛口5984个，第47个码面。如果我能靠步行啊，把这13.74公里的西安城墙走完的话呢，也算是来西安没有白来啊，留下了一个有一点点纪念意义的一个事情啊。小孩子飙车呢，秋天太好了啊，这个秋高气爽的感觉。又是另一个检票口，叫玉祥门。继续走，走到这个安远门啊，也就是北门。从北门出去吃个饭，然后再回来看东门跟南门。你看，在城墙下的街道哈，树木掩映的，好像是一个街道集市呢，好多人摆摊。我的天啊，这个北城墙又是几公里？这个叫西北角楼啊。好嘞，我们现在开始徒步西安城墙的北城墙，又是走不完的路。一走发现都是差不多的景色。我的天呀，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现在感觉还有点晒的，皮肤火辣辣的。到大中午了，终于来到了北门，叫北远门啊。这里写着是古城第一门啊。这个构造好像跟西门不太一样哈，不像西门一样，它还有个城楼在这里的。这个城楼是没有东西的，只剩下这个楼台了。看我，1、2、3，走。好，来，我这有个砍了，来。古城第一门。看这些。对，这个东西一定要下腰的啊，下腰重心站稳，好不好？再下，仰头对，好腰，准备，来1、2、3，走，好。
乍一看以为是什么古迹呢，它是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大楼。OK， 骑了个小电车出发，去回民街吃午餐，吃个西安特色。这人这么多，来到西安啊，可以说各大美食街都卖这个泡馍，就像在重庆，到处都能吃到豌杂面一样啊。这是回民街，也算是一条这个游客也好景点式的美食街。肉丸胡辣汤。贵呀！哦，那么西安的这个特产或者说美食特色泡馍就在回民街这里有，西安市回民中学。好拿好拿，谁吃谁香。老米家泡馍，手抓羊肉啊，红柳烤羊肉，让我有一种回到新疆的感觉，似曾相识啊。哎，哦，那像清真老刘家那个叫念什么呀？从没见过笔画那么多的字。韭菜牛肉。有几个呢？一份。20块钱15个。好。我是昨天晚上从重庆坐了5个多小时动车来到这里的，这边气候跟重庆好像挺像的，都是10来度左右哈。但是这个饮食就换了一个饮食系统一样，好像你来到另外一个美食世界的感觉一样。红柳烤羊肉啊，柿子熟了，35元1斤。那一个都是招财进宝，卖金银首饰的，哇，这富丽堂皇的，以为进了宫殿一样。这个金银宝哈，哇，这满墙的金银宝。边边面，我要标面，边边面，边边面啊！陕西8大怪面条馅裤带，有点像重庆的这个铺盖面啊。不要了啊！好。牛肉。烧饭嘞。羊蹄哈，20元一个。鸭肚包羊肉，这个就在网红小吃，内蒙古那个你知道吗？羊肚包牛肉，鸭肚包羊肉。啊。看一下。有蒜蓉有葱花，我给你点。你看这外国人排老长的队了。这边的肉夹馍的话，它不是肘子肉夹馍，它就是牛羊肉肉夹馍，就是卤好的牛羊肉切片。西安旅游也不错，这个国外游客也挺多的。15元一个的酱牛肉肉夹馍，我也来排队尝一尝这个酱牛肉肉夹馍。
跟早上的不一样，早上是肘子肉夹馍。玉米锅巴哈，好多人，20块钱500克，哦，还有这种漫画店哈，20元每人，3分钟画完，啊，一棵350年树龄的槐树。石榴馅酱，冰糖雪梨。这冰糖雪梨啊，富平柿饼，挺多这个店的。这个比早上的肘子肉夹馍贵了5块钱，还是早上的那个肘子肉夹馍好吃，肥瘦相间的，而且饼的部分特别酥脆。外国的一个设置团队吧。你看，长安市集啊，快过年了，这些集合了各种的特色美食的一个礼包就开始销售起来了。我们看一下长安8角有什么：长安葫芦鸡、福茶、贵妃酥、长安6斤糕。福茶贵妃酥，其他肉内部干不柴，肉质紧实，越嚼越香的啊。这是西安葫芦鸡。拿这个，啊，那行，那越南香黄鸡。买不买都没关系，先尝尝味儿，原味的、香辣的、麻辣的，先尝原味，既好吃又原味。3了快2年的9地老鸡，其他肉内不干不柴，肉质紧实，越嚼越香。这个福茶饼是挺好吃的。这是西安的鼓楼，叫文武圣地啊。在它不远的地方呢，就是西安的钟楼，这2个可以说是西安最知名的历史建筑之一了。西安鼓楼始建于明洪武13年，即公元1380年，比钟楼稍早几岁。鼓楼呢是2层木石结构的建筑，那么高度34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座鼓楼之一，融合了唐代跟清代的风格。屋顶呢覆绿色榴莲瓦。它位于钟楼的西北方向，相隔约几十米的位置，与钟楼合称为钟鼓楼。2座楼呢，在古代组成晨钟暮鼓的时钟报时体系，早晨敲钟，傍晚击鼓。咱们知道，在古代呢是没有现代钟表的，钟楼跟鼓楼是城市报时跟信息传播的重要设施。早上敲钟提醒人们一天的活动，傍晚击鼓则标志着夜幕降临和时间的更替。从航拍我们能看到，好像西安呢是以钟楼为中心，向4个方向延伸开去的，所以这里既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啊，也是旅游的中心。3元1串冰糖葫芦。
游客拍照打卡的地方啊，来过这里就证明你来过西安了。这里就是西安的一张名片啊。走地下过道前往钟楼，这可太容易迷糊了。这是我第2次走这里了，我感觉好多人，包括我在内容易迷路，就是这里底下好多出口了。其实拍一张这个照片哈，就可以知道从哪个口出去了。哦，原来钟楼的参观入口就是在这个地下过道里面哈。钟楼20元。西安钟楼是位于西安市中心，是古城的地标之一。它正好坐落在东西南北4条大街的交汇处，从这里向外辐射出西安最重要的城市道路，象征着城市的心脏位置。西安钟楼是建于1384年，至今已有超过600年的历史。当时它用于报时跟报警，楼内悬挂一口大钟，清晨敲钟告诉百姓时间。建筑采用正方形砖木结构，底部是坚固的砖基座，上面是木结构跟楼阁，总高约36米，装饰华美，飞檐斗拱，绿色榴莲瓦屋顶非常的典雅。本集影片就和你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请为视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这会支持我更新更多的影片。好了，感谢收看，下期影片呢，我们一起探索长安的世界文化遗产兵马俑，我们下期见。